辩题里面有一个前提是得知前任得新欢，这是一个在分手之后的特殊时刻。这不是分手的普通状态，这是分手之后发现对方比我先好了的那一秒的心情。同时发现说，第一，我落后了；第二，你怎么背叛我？我还在守丧，你怎么已经展开新的人生了？所以那个情境要考虑进去。所以题目定得很明确，是制造一点麻烦，他没有到弄死对方啊。就是如果说按了这个钮，对方就死了，我们正方就要去坐牢了。所以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我希望提醒的点。第二个我想提醒的点是，我读过一份调查，有超过60%的人后来跟前任在一起。就是你曾经交往过5个前任，这5个前任都是被测试过，在茫茫人海之中可以跟你在一起的。所以这5个前任已经是茫茫人海当中最适合你的、经过测验的5个人。然后呢，剩下的是茫茫人海。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过前任的话，你并不会认为你跟这个前任人生从此恩断义绝。有一些前任是有可能变成你将来的伴侣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鸡飞狗跳钮有一个功能是，像学东收到的这个短信是一样的，它有一点撩拨的作用，就是请不要忘了我的存在。所以不要认为跟前任复合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不要把这个钮想成是恩断义绝的钮，要想成是你还没有忘记我，我也不要你忘记我的那个钮。谢谢。我来了，你这是挑衅吗？需要说那个目光当时看着康永哥就是微笑是吧？啊，对对，心里面在想你这个王八蛋。辩论嘛，干嘛骂人啊？康永哥，就是别人盯住你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其实在说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大家好，你以为我是李诞，其实我是高晓松的李诞。大家好，你以为我是很喜欢给学生上课，但其实我更喜欢接通告的薛兆丰。大家好，你以为我是个男的，但其实我还真的是个男的。哎呀，我是蔡康永。大家好，你以为我是个辩手，其实我是个变态的 MMA。大家好，你以为我是个演员，其实我是个网络一线牵的月老的陈学冬。为什么别人说你是网络月老？没有我比较喜欢促成身边朋友人的一些感情的事情吧。对，哎，我们认识的谁里面是被你促成的？没有，没有吗？我们年纪相差太大，认识的人不是。非要问，我跟你讲，你们看看照片，你们就知道谁真的年纪大。你看，这是陈学冬在1950年代留下的一些照片，帅的。来做个造型，来。收下歌的花，忘了那个他。你也有今天的。好吧，来，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辩题。和男朋友分手的第33天，想他。这是什么？鸡飞狗跳钮，轻松一按，前任和新欢会立即遭受一些不大不小但令他们感情鸡飞狗跳的小 trouble。真的假的？哇球，你好厉害啊！我按一下。就你聪明是不是？我蠢，自己玩吧。我喜欢这个。这个。我按。这是谁？
谢谢 baby。我在按。我就配几个苹果吧。想起来还是挺爽的，到底要不要摁呢？他让你的青春喂了狗，休想轻轻松松走啊！有道理。慢着，青春已经喂了狗，何必继续打扰狗？不能按。得知前任有了新欢，有一个鸡飞狗跳钮，可以在他们的关系里制造一点麻烦，要不要按啊？题目是得知前任得新欢，有个鸡飞狗跳钮，可以给他们俩的关系制造一点小麻烦，要不要按？来，全场观众，要按红键，不按蓝键，请投票。3、2、1，反方63，正方37票。大家好有人性哦！按不按之前，我觉得大家先谈一谈自己的前任的事儿吧，这样才能够触景生情，对吧？那马东老师，您给说一说呀。我跟大家先讲一下，李诞的前任呢，其实长得也很漂亮。对，我们说前任，没说是非说我的呀。学东啊，学东好像你对前任还蛮痴情的。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你在很多媒体采访当中曾经说过，你是为了现在说你那个前任去的上海。不是，那个是小时候嘛。多小？以能播的来说是17、18岁，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让你？没有，不是初恋，然后也是老乡。你现在跟她还有联系吗？昨天晚上给我发了信息。这么巧，莫名其妙的发来的短信是什么？就是那种有没有删除微信的那种测试，好友测试。我就回了他，我说怎么可能删？对，然后就聊了2句。怎么可能删？哇，这句话很删呢。啊，人家是2个孩子的妈了。那孩子跟你相认了吗？不要害我！我这叫做害你，我还有别招子。他是每天都给你发这个删除的信息吗？就是测一测你到底哪天把我删了。没有，我一般不删。一般收到这种是不会回的呀。不，他只发给他一个人呢。如果他不回，那就表明不方便；如果回，那就可以聊下去啊。你倒是蛮有一套的嘛。你不是教经济学的吗？所以，如果谢教授你那儿有那个鸡飞狗跳钮，你会摁吗？我不按。为什么？这多没意思啊！哎，可有意思了。那你害人家吗？害人不利己的事情不做，害人利己的事情那要考虑。OK， 好，这教授肯定是不摁。蛋兄，我都行，我还是维持平衡，维持生态平衡。那你跟薛教授打对头吧，对头好吗？行，可以啊。所以你摁哈，可以。薛东摁吗？我肯定不摁啊，哪有这功夫摁呢？然后给他压在一颗千年大石下面，自己不用摁，就他一直承受。按到死的意思。那你的前任会摁你的吗？应该不会。他发那通短信来，不就是个鸡飞狗跳钮吗？为什么？这无事生非啊。对，我又没什么好生的。所以你跟他对应了2句，没有什么后续发展。没有啊，睡了。睡了。睡了。我说我睡。超危险。就我睡觉了。好，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也不录了啊，把这个片段剪下来，微博发一发，就到这儿完了。太直了。不是昨天夜深了，我要睡觉了，因为今天有工作。这个节目真的是，这就是鸡飞狗跳的节目。还是录丧一点的题目吧。康永哥立场呢？不管是不是前任，有这个钮都按。啊，对不对？
世界总是丰富一些，更好，更有意思。对，造起来。君越战队派出了是谁？首尔英男青云，应该赵英男会1吧。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排兵布阵看出他们的心态。如果他们把首尔放1，证明他们很有信心；如果他们把赵英男放1，又是炮灰策略，对不对？我上一场反正都那样，我都习惯了，你知道吗？他老觉得他是我们队最差的，然后就是感觉那个。我是觉得我一定得争气，不然我这场带垮了，你们俩又得受批评了什么的。我这场带垮了。我最担心的是一辩，因为这次我没有把我放在一辩对秦教授嘛。就让英男打了1遍，那我觉得英男就要挺住嘛，因为秦教授还是很老辣。我想一想才艺吧，对，然后准备几个就是东北老笑话来对付秦教授。啊，你把话说明白。来。哦，谢谢玉林哥，大家辛苦了，所以特别呢安排的这个火锅。祝我们战队就跟火锅的蒸汽一样蒸蒸日上。我们已经把庆功宴提前吃了。谁要这个酱，我来帮他啊。那我来点吧。我也要来一点。其实说实话，就是这道题我们有信心，64分，我们这边占6成。八成会赢的。今天海天战队和君越战队都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战斗减员的战队，对吧？反正是旗鼓相当的一场战争。来，正方一辩，秦教授。为什么中国所谓的大片只有1没有2呢？因为1已经够2了。秦教授其实也很强，挺可惜的被淘汰了。他如果到任何一个队，都是一个原子弹级的。我觉得这么优秀的表达者是这个舞台需要的一种力量。我们要从这个淘汰区当中要复活秦教授。哇！我这个位的已经被淘汰掉6个人了。我争取努力啊，成为第7个。在谈论咱们摁不摁这个事情之前呢，咱们先谈论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前印。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岁数不大，感情经历倒是蛮丰富的。以前呢是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每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可是现在呢，2个人可能连彼此的姓名都不认识，就可以你家我家卢家了。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已经不再敬畏爱情了。我们来想一下啊，我们每处一个对象，就相当于在墙上呢钉一个钉子。后来2个人分手了，他走了，钉子拔掉了。钉子虽然掉了，但是钉子眼在那，那是什么？那是伤疤，那是痛，那是恨。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哦，他是在前一段感情当中的受害者的角度说是。我着急呀，我慌啊，我挠头发呀，我挠墙啊，怎么办呢？怎么报这个仇？嘚儿来了个按钮，我一定要摁。我不但要摁，还要把它做成门铃，让快递小哥、外卖骑士和走错门的都来摁。说到这，是不是大家觉得我们海天战队的人心胸太狭窄了？没有，你们想错了。我们为什么叫海天战队？因为比海洋更宽广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就是我们海天战队全体指战员的心胸。惩罚不是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告诫前任的新欢，告诉他什么叫前方危险事故多发地区谨慎慢行，告诉他什么叫内有恶犬紧急避让，告诉他什么叫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隔离。接下来呢，我替对方辩友同学问我一个问题。那么秦教授，照你这么说，那2个人分手了，只有恨吗？好，对方辩友同学请坐，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分手之后也有爱，有这么一种情况，2个人分手了，为什么？也许因为父母双方的不同意，于是2个人呢长期呢在异地，也许呢是偶然间做体检发现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这种人呢，他们之间有爱，这叫有缘无分。
这样的话呢，我也希望你们按。为什么？因为它是个试金石，给他们之间造成一点小小的摩擦、小小的矛盾。你可以试验出来，他这个男人到底是一个鸡鸣狗盗的渣男，还是个鸡司晨全守夜的暖男？若生命直到一天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哦，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确实分手了，俩人事业大，从此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我也希望你们摁，为什么？虽然你们爱情走进了坟墓，但是偶尔点点就当上坟了呗。其实按这个按钮，你们以为我按了我会开心吗？不是。是鸡在飞吗？不是，是我的眼泪在飞。是狗在跳吗？是我伤心的心在跳。这个按钮惩罚对方的同时，也惩罚自己，惩罚我们当时对爱的不用心，告诫我们从此以后要珍惜爱情，珍视爱情。所以这个钮就是一种自我救赎钮。我总结这个钮的功能8个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秦教授复活他真的是最对的一个选择。秦教授也保持了自己一贯段子手的能力和他的戏剧表演能力，非常好 ，hold 住了全场。这是一个报警的按钮。来，反方一辩，赵英男。因为我上一场输得很惨嘛，但是首尔姐和薇薇姐还选了我进队。傅首尔要不要赵英男？要。那一刻我心里是很愧疚的，然后我觉得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俩这份心。我这场最主要心理压力大就是我害怕英男会被淘汰。我觉得赵英男的风险是最高的，就单单看他能不能突破自我了。好，秦教授刚才说了一点，你们相爱的时候是往墙上钉了一个钉子，然后拔下来的时候呢，留了一个伤疤，对不对？但是秦教授，你知道伤疤怎么才会好吗？伤疤你不能去挠它，你越挠它越不好。就像你越按这个按钮，你的伤就越不会好。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钮它真的安全吗？这个钮搞不好是给自己添麻烦。我从幼儿园到现在有5个前任，我怎么按？我都按吧，太高调了。我按一个对其他人不公平。于是我每天早上我一起床，我就要思考，今天应该制裁谁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把前任分成了2类。第一类，我不爱了，无感了，那我肯定不按呢。那我们都8年不联系了，我突然搞他，我神经病啊！我巴不得他过得好好的啊，不要回来找我。我一按，他鸡飞狗跳，又想起我的好，又爱上我了，这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要按什么？按个顺顺利利间，让他安享晚年，年年有余啊！我们江湖相望，各自去浪，谁都不要想起谁。第2类就是我还爱的，比如小齐。小齐，你在看吗？那我更不能按了呀！啊，最简单的道理，我如果还喜欢他的话，我为什么要亲手伤害他？我按这个按钮能给他按回来吗？不可能。我越按，他走得越远，会越来越讨厌我。他若安好，我不打扰。而且，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口碑。我今天按了这个钮，我还怎么找下家？啊？口碑这个点还挺有趣。赵英男有点不错哎。大家都会说赵英男是一个会报复前任的坏人。像我这样的找个对象多不容易，你们知道吗？来者都是客呀。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做成皇冠店铺，靠的就是玩好事儿少，分手还能做朋友。不然你们以为我为什么会有5个前任？所以为了口碑不能按。再说，我有这个钮，我前任也会有这个钮。这刚才老师说了，对吧？他知道我按他，他不也得按我吗？我们相隔千里，靠一颗钮互动，彼此消耗。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对自己说：打起精神来，元气满满。今天又是被前任诅咒的一天哟，何必呢？
何必呢？对不对？大好时光为什么要浪费在一颗钮身上？是蹦迪不好玩，还是火锅不好吃？为什么不能与前任和气生财？我们都说散买卖不散交情。从此，你走你的阳关不行，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咱们到此为止。都拥抱新的生活不好吗？所以不能按。那正方说了，我就是要按，我就是不让他过得好。好，来，我们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钮很有可能让我们坏心办了好事儿。这个钮制造的小麻烦、小考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爱情的催化剂呀。朋友们，我们来想一想。恋情中的小麻烦，最终都是靠什么来摆平的？想一想，钱。人家生气了，你不得买个礼物哄一下吗？好，你按，人家闹别扭了，过2个小时，恭喜前任喜提纪梵希小羊皮，你再按，恭喜前任喜提 LV。你跟你前任搞对象的时候买他想要的那些包，你因为你按了这个钮，新欢全给买齐了。你给不了前任的幸福，你帮他从新欢那里全部得到了。你是慈善绿帽王啊！啊，你按完有回扣吗？没有。好，最后一点，这道题还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上天就是这么的不公平。他给了前任一个新欢，却只给我一个按钮，糊弄谁呢呀？我只配得到一个玩具是吗？啊，哎，朋友们，这个钮是能按出迪丽热巴还是古力娜扎？我有纠结要不要按着按钮的功夫，我都不如去趟新疆。人要往前看，大家人要往前看。你按这个钮不仅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还等于变相的在向全世界宣布，没有前任的日子你过得是有多不好。对不对？他已经往前走了，无论你怎么样，他都不会回头了。即使他跟现在这个新欢分手，他也会马不停蹄的去寻找下一任，学习一下前任的心态，好不好？念念不忘，必然很丧啊，朋友们！让我们荡起双桨，浪！牛逼牛逼牛逼！很爽，非常爽，就是哎，我现在有点被这个喜悦冲昏了头脑。很好，哎，宅男的感觉找到了，就有一种比自己表现好还高兴的一种情绪在里面嘛。我对赵英男的表现非常惊喜，好像是我们当初选他的时候的期待，他今天做到了。赵英男上一次辩论完了以后，真的是念念不忘，必然很丧的，觉得今天有点扬眉吐气哈。来，双方请到开杠台。加油！那个，我能要个道具吗？啊，什么道具？好，从正方秦教授开始，每人45秒。英男，你好，你好，秦大哥，我没有什么想问的，我觉得你说的挺好。小姐，你属于自杀吗？他叫接才自杀。那我问你，你刚才其实也表达了一个感受，就是我分手了，我心里有怨恨，我要去排解这个怨恨，我按这个钮。但是我告诉你，不按这个钮，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排解这个怨恨，你为什么非得按这个钮？不，这个东西一直萦在我心中。我生活里只有爱，没有其他。爱不解决，我没法干别的事儿；他不搞定，我没法找下面那个人儿。OK， 好，你天天想的就是报复嘛，对吧？就是报复。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报复？我觉得就是说，我按这个钮，其实我就是爱他，我帮他消业。因为当年我们俩海誓山盟的时候，说谁离开谁，谁就雷劈炮轰马踩车压。我不想这些事情都发生，所以按个钮给他消业。我是爱他。好，时间到。好，到目前为止，一辩跑票数89比11啊。
很考验正方，然后正方2辩，花溪，来，刘姐，加油！花溪可有话说了，我知道。你不是曾经说你来奇葩说就是为了吐槽前任？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因为越是这种你有代入感的题，你越容易陷入到自嗨当中，就陷入到自我陶醉、自我情绪的疏解。我在尝试规避情绪，但是完全控制住又是不行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给观众情绪。那这个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其实非常考验我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奇葩说这个舞台太难了，我在这个舞台上要么就是告白，要么就是要告别。先分析一下赵英男刚才说的几个事情，大家先想一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哪些人？就是在场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我们在做一个不打扰前任的好人和做一个释放自己怨恨的坏人之间摇摆不定。我告诉你们，给我按！大家想想，这个钮的设计者，他处心积虑地设计出来这么一个钮，他只是让对方的关系产生鸡飞狗跳那么一点小小的惩罚，仅仅只是为了给对方添堵吗？不是，他其实是为了完成一段对于你自己的自我救赎。我本人呢，刚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走出来，回忆非常不美好。我一开始特别纳闷，我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是他突然瞎了，还是他以前瞎，现在突然好了？他醒了。对，我不知道。我骨折住院了1个半月，他人间蒸发，难道是因为怕我问他要医药费？我想不明白。于是我怨恨，我愤怒，我想要报复，可我不敢。所有人都告诉我说，好的前任要体面，要大气。我在这种反复的情绪当中度过了非常久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女生朋友说：“你把他照片找出来，你对着照片骂他。”我说：“行，我试试看。”我就拿了他照片。我太好看了，我骂不出来。但不行，他逼着我骂他。刚好那段时间北京雷暴雨，我就发了条微博，也不知道哪道雷能劈中我的前任呢？发出来之后特别爽，我告诉你们，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定时定点辱骂前任。哎，真的，我跟你们说非常神奇，这个人在我的世界当中真的就慢慢淡出了。我在想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你们不要以为最强的修图软件在你的手机里，其实最强的修图软件在你的脑子里。分手之后你还不敢怨恨前任，你的大脑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帮你美化这一段关系，会让你误以为你还对你们俩这段关系有责任，你还有责任去维护好你们俩这段关系的体面。哎，拜托你看看现实，你这边还为这段感情守着丧呢，人家拉着新欢在你坟头开始蹦迪了。所以你们发现了没有，这种你自己给自己的责任感只会让你离解脱越来越远。但谢天谢地，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钮出现了，它可以让我的前任鸡飞狗跳。我终于可以亲手的跟我自己大脑形成的骗局进行对抗，我可以一下一下的拍掉我在心中为他搭建的神坛。我要把我们所有之间彩色的回忆全拍成黑白。我干嘛不拍？当然，我承认赵英男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按这个钮，其实就是为了跟对方有纠缠，其实就是放不下，其实就是不甘心。我都承认，我甚至愿意承认我现在还爱着我前任。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谁规定你还不能爱着你前任了？爱情是一个非常有惯性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在我们分开的当下立刻终止，它只会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那就是恨。怨恨不是爱情的对立面，怨恨就是爱本身。我发现当你已经有了一段新的感情之后，我没有办法再用我的爱去触碰你了，我只能去用我的恨触碰你。我今天按下这个按钮，是尊重我自己内心爱而不得的愤怒，是我尊重我自己还爱着的感受。我想，尊重自己，也许就是你开始走出来的第一步。最后，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道脑洞题，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个钮。其实现实生活当中都有这个钮，而且我们都按过。你们有没有在自己喝醉酒的时候给自己的前任发过信息、打过电话？你们在酒醒之后突然发现，哇，我发的这是什么啊？你会咒骂自己，你觉得自己太丢脸了。可是你不得不感谢那个当时不太理智的自己，终于帮你把那些话说出来了。
你逼一个分了手之后伤痕累累的人，还要做到温良谦逊、克己复礼，不仅可悲，而且很可怕。我当然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遇到一个让你想要按这个钮的人，但如果有，请你按下去。我也想对我的前任说，如果你的面前有这样一个钮，请你不要犹豫，用力按下去，这样我恨你才能更加心安理得。谢谢。反方2遍。因为我习惯了站起来，观众从头笑到尾，但是今天可能会很严肃的讨论一个事，进行一些就是说正经话的挑战吧。我告诉你，花溪，恨不是爱本身，恨是爱而不得本身。如果你按了这个钮，你不但得不到旧爱，你也得不到新欢，你始终还是不得，所以你会一直恨下去。这可以说是奇葩星球最 low 的一个产品了，听名字就不高级，按一下就鸡飞狗跳，这是什么？高龄儿童情商短路玩具吗？别人给新欢买个包，你买个按钮让包掉到水里；别人请新欢吃烤鸭，你买个按钮让鸭子飞走。大便活鸭嘎嘎嘎，然后哈哈哈哈好快乐！你有病吗？你不需要一颗钮，你需要一颗药。这颗按钮有什么用处？唯一的用处就是报复。咱们要报复一个人，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再说武侠小说都看过吧？手刃仇人，然后刃完了还要在墙上留字：傅某某替天行道。你是有多无能啊？报个仇不靠自己，靠按钮，躲在墙角啪啪啪，用一种非常灵异的手段发起了一场中小型闹鬼活动。这是什么？倩女幽魂吗？别人失个恋，变美变优秀，你呢 cosplay 格格巫，邪恶真人秀，是不是就是不争气？这是第一点。这个按钮作为报复工具，反智反科学，前任可以没有，智商咱们得留着，以后用得着，所以不能按。第二点，回到现实，这个辩题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待前任应该有的态度。人家说每一个合格的前任都应该像死了一样，那他以后的每段爱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都是冥婚。哦，对不对？哎，阴阳相隔，你体面的埋了他，他优雅的葬了你，偶尔还能互相上个坟，飘着飘着串个门，多好！你非得诈尸。前任分2种，一种渣，一种不渣。特别渣的，你按什么钮啊？你要对他有信心，你不按钮他也鸡飞狗跳。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第2种才值得讨论，就是不渣的，但是你仍然怨恨他，为什么？因为你还爱着，你不甘心。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爱过的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你在爱情里最难面对的不是伤害，而是遗憾。你很遗憾错过一个发光的人，他闪瞎了你，照亮了别人，你的狗眼很透。这种感觉我非常理解啊！这个辩题就是要让我们揭老底嘛，大家都有前任。我虽然人老珠黄，10年前我也是有前任的。我的前任非常优秀，我们俩从小隔壁班，他是北大的，我考了林大。他妈就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他嘛，不喜欢我。那我呢，因为太好强，我们就分手了。分手之后，我就对自己说，要努力，要拼搏，要把生活当成奥运会，我要过得比他好。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一晃人到中年，我有1个儿子，他有2个。你们还年轻，你们以为让前任过得鸡飞狗跳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吗？过得比他好就能让遗憾少一点吗？我告诉你不会。我告诉你不会。那个今天的我，从世俗的眼光来说，混得比他强多了。可是我每次想起他，我还是觉得好遗憾啊，因为我的好强曾经错过了这么一个好的男生。人生兜兜转转，有的人对你的影响长到你自己都想不到。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写博客，我每天写，我天天写。他说你这么努力，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作家。10年过去了，我真的出了书，然后我在全网第1篇阅读过100万的文章，就是写对前任的感悟。因为这件事，我的公众号火了。我想这是这段爱情为我埋下了一颗彩蛋，每一段爱情都有它的彩蛋，我相信这一点。这颗彩蛋的名字叫成长，
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孵化它。你不能按钮，你一按钮鸡飞狗跳，蛋就破了。我的前任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一颗钻石，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一颗石头，但是跟别人在一起，我把自己变成了一颗钻石。我改掉了很多缺点，我吸取了我跟他身上的很多教训，我把他所有对我的影响都变成了好的东西，所以我才拥有了这样一段还不错的婚姻。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的人，结了10年都没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努力，我非常珍惜，真的非常珍惜。当分开的时间足够长，我发现所有的伤心、难过、痛苦都消失了。我只是在偶尔看到关于他的消息，才想起来这个闪闪发光的人，我曾经爱过他，我曾经爱过他。我觉得这个按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给你一种暗示，他暗示你所有的问题都在别人身上。不管你们曾经多么真挚、多么热忱、多么不要命的爱过，但是只要他离开就是他的错，你就要他为此付出代价。这个按钮让你忘了，他爱你是一种选择，他离开是一种权利。前任是什么？它就是我们记忆里的一颗星星。如果你分一次手就射下一颗，你的回忆多么暗啊！所以不要按这个钮。它亮了，你怀疑的是自己；它黑了，你怀疑的是人生。谢谢大家。首尔就特别厉害了，他是把双刃剑了，他2个人都太锋利了。傅首尔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永远令我们没有预料到。我本来以为他是要很痛快伶俐的站在正义的一方来痛斥对方，结果他竟然讲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哎呀，不是说好个快乐一点吗？哎，这个话题不快乐吗？我觉得女孩就是挺不容易的。怎么了？你这是？因为我很难相信，而且我生活中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结婚10年的男的谈起自己的10年前的前任，还有这种感动吧，这种感谢什么什么的，男的都是那个德行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他们没跟你说实话？也有可能吧，也有可能。我觉得他们前面4个人，你看。真的就是这个岁数的老少3代，然后济济一堂，然后就把这个话题从各个方面都帮我们一通拆解。这4个人里面谁打动你？其实傅首尔刚刚有打动到我，就跟我好像想象中有一点点像，就是时间其实会磨淡一切。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你真正认识到成长的时候，你就按下那个键了，可能以后你会后悔。那奇葩说的这个现场，因为有输赢，所以其实所有的选手都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光靠才华、靠段子，有的时候支撑不了自己的那个立场和自己那种人格展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在这个现场，即便是在很多人面前都分享自己打死都不会跟任何人分享的好多感受，然后不针对傅首尔哈，但是我们要谢谢所有人，也谢谢你们坐在两边分享过好多的这些朋友们啊，谢谢秋晨啊。啊，也谢谢马薇薇啊，在这个现场已经相爱。分手、相爱、分手了3回了，都为了这个节目，都为了这个节目。要不是为了戏剧化，他不会赶在第5季之前匆忙分手。太拼了，太拼了。好，来，双方请到开杠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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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45秒，开始。好，走出来。你给我的方法是时间，可是你知道吗？对于失恋的人来说，时间其实是静止的。我不释放我的情绪，我的时间将无法流动。如果你要释放情绪，你有很多方法，比如绣十字绣。你还
还可以在房间里弄一个火盆，他的照片挂到墙上烧纸啊。但是这个带来的是意念中的恶，你按这个按钮带来的实在的恶，你能区分吗？曾经我们没有鸡飞狗跳钮的时候，我们用扎小人来释放怨恨。今天有了鸡飞狗跳钮，我用了一种非常低成本的，只是让对方的生活不那么愉快，淹没在他茫茫人生当中的方式，缓解了内心压力，有什么不好呢？好，我问你，缓解内心压力和释放是不是为了成长？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我是为了释放掉自己所有跟他有关系的情绪，才能够往前走。也就是说，你的成长必须要看到别人跌倒，你是相扑吗？我不是为了。我并不是为了看到别人跌倒，我是为了让我自己站起来。谢谢。反方还有19秒。我觉得就是花心，你说到一个了断，我想告诉你的是，没有办法了断，无论你怎么办，这笔账最后都要时间来算。你应该很平稳的度过你那个伤心的时期，让自己很体面的成为一个前任，而不是成为别人关系中的一种冤魂。这是我的想法。我做不到，谢谢。好，双方2辩之后，2辩跑票数是84比16。来，正方3辩。因为他要跟我继续做朋友，我说我不跟前任做朋友，这种事情就是不太想讲给大家。我对于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这件事情，就有点害怕压力挺大的，想要挑战一下。好沉重啊，怎么回事？十二姐其实没有完全的对这段感情释怀，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按这个钮，真的，你按下去你就释怀了。我的前任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钻石，离开我他就是狗屎，他付出了代价变成了狗屎，我也付出了代价，我爱过狗屎。爱情在分开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势均力敌的恶。好。这个题就是一个偶像剧，我本来是女一，突然我就成了女二。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钮，我要按下这个钮，因为我们女二最重要的自我素养就是给2位主角的爱情添点堵。我要按下这个钮，因为我只有在别人的爱情里尽职尽责，当好女二，我才能在我自己的爱情里了无遗憾，做个女一。赵一楠刚刚说我们秦教授没有抱负，你的抱负呢？他有新欢，你就只有钮，你不能有钮，同时你也有一个新欢吗？你当然可以，我们就来聊一聊新欢，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可以及时找到新欢的。所以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我和我的现任，我们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里，突然咔的一声，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钮。说明书上说，这个钮能一键让我的前任鸡飞狗跳。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我怎么跟我的现任沟通呢？我说算了吧，我们早就放下了。好了，我没有按。我的前任家里那是鸡犬相闻，一片祥和，我的家里开始鸡飞狗跳。你们知道吗？一旦一个骄恶的按钮出现了，你却没有按下去，你的现任就觉得你是不忍心给你的前任添堵。我只有随便拍拍这个钮，说按就按，才能证明我真的不在乎。所以今天我要当着我现任的面按下这个钮，把所有的白月光都按成米饭粒儿，把所有的朱砂痣全按成蚊子血。你们要有一个掌声，我要进下一个点了。好，我觉得这个题，这个钮是虚幻的，对吧？我觉得这个题呢，表面上在说要不要添堵，其实在说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前任的关系，对吗？在我心里，我和我的前任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最好我们不要有交集，但凡有交集，必须交恶。其实我特别怕打情感题。打情感题，我也不能去走访别人，大家都讲自己的情感故事，我讲别人的，显得我没有前任似的。我有啊。我的上一段感情呢，就结束得很拖泥带水啊，我们彼此都很受伤。
我们都想当个好人，所以我们在分开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跟对方说什么恶语。我们说我依然是爱你的。他甚至提出他要做我最特别的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带来帮助。可是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向前走。我们留在原地就会心怀期待，心怀期待就会失望，会焦灼，会疲惫不堪。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我来当那个美丽的坏女人。我删掉了他的微信，我清掉了他的东西。我在他好意要给我提供帮助的时候恶语相向，那整个过程特别难看，又难堪。我光想想都觉得难以自处。我特别讨厌那个时候的我自己。但也就是在我特别讨厌那个时候的我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断开了联系。真正的分手是什么？是切断信号吗？不是。是告别一个人，告别一段关系吗？不是。真正的分手，真正的告别，是告别那个和他相处时的自己。我知道今天对方说的对，我不应该做这件事儿，给别人添堵是不对的。我做了这件事儿，会显得我渺小、自私、恶毒、不讲道理，很不体面。我就是要不体面，我就是要把场面弄得难堪，我就是要让我回忆起来觉得无法自处、难以面对。只有我无法自处之时，难以面对那一刻，我才终于不用再跟当时的那个自己相处。如果说我们送给现任最好的礼物是我和我的前任互相厌弃，那今天人在做，扭在看，当着扭的面，我要送给我的前任最后一份礼物。从这一刻开始，你可以讨厌我了。我曾经真诚地爱过你，以后我要去好好的爱别人了。谢谢。董静表现得很好，进步非常多。来，反方3辩。来，华西董哥，在爱情里受过伤害，有那么深的遗憾和痛苦，我们完全理解，失过恋的人都能理解。可是我们不能理解，你用你自己的痛苦去为伤害别人辩护。如果只是痛苦也就罢了，竟然还是为了毁灭自己心目中那些彩色的回忆，那是人生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今天没有到场的高晓松老师用那些回忆写了多少动人的情歌。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中最初的迷惘，多美啊！来，我们知道对方是想求一份了断，可是你要想想看，你用这种发泄的方式，是不是能够真的求到你那份了断？带着一颗报复心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想要求了断，在心理学上2种动机。第一种是让别人痛苦，以此来补偿我的痛苦。情绪可以疏导，但是永远无法用伤害的方式疏导。用伤害的方式补偿自己受到的伤害，心理学上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名词，叫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如果伤害人可以使一个人心理健康，连环杀手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心理最健康的人。金云其实在逻辑道理上拆分呐，包括这个深挖辩题都非常有优势。你的第2种动机就是比惨，我过得不太好，我让你也过得没那么好，显得我没有那么糟糕。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把我的幸福绑定在一个我已经失去了的人身上。我的幸福竟然不是取决于我过得怎么样，而是他过得有多糟糕。你管这叫心理健康吗？为了效仿调查记者董静，我也调查了一些社会新闻。法国女子为了报复丈夫与新欢去度假，谎称日内瓦机场有炸弹。一场虚惊过后，新欢继续去度假了，而该女子被判6个月有期徒刑。一个丈夫带着5岁的女儿想出省去追寻，也离开他的妻子。在妻子拒绝了过后，丈夫录了一段视频，30秒内掌掴小女儿50次，以此来威胁妻子。乙方说的那一点小小的报复心，在现实里其实可能把我们变成很愚蠢、很残忍的人。
如果今天你为了一个前任，你要用这种报复的方式才能解脱，你的下一个前任呢？那个和你闹翻了的朋友呢？我们这一生中那么多没有得到的好人、好事、好东西，我们喜欢的东西全都没得到，你怎么解脱？真正的解脱是你想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的东西都得属于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幸福的尺度。好，更重要的是，你得到这颗按钮终究是幸运的，不是因为你有机会按它，而是你有机会不按它。因为一个可以轻易复仇的机会，就是一个人真正和自己的过去和解的机会。你看武侠小说里那些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和仇人面面相对的时候。裘千仞他跟着一灯大师修行了几十年，心中的恶意都放不下。后来他在绝情谷手里他已经抢到了黄蓉，他的仇人的女儿小郭襄，一个小婴儿。那个时候他一掌拍下去报这个仇，就像按一个按钮那么简单。但是他把那个小孩子放下了，然后大彻大悟。《天龙八部》里，萧峰的爹萧远山追寻他的杀妻仇人，也就是慕容复的爹慕容博，追寻了几十年，然后等到在少林寺里面终于见到了慕容博，那个少林寺的老和尚一掌把慕容博拍死的时候，那一刻他心里只感到无比的空虚。等到这个慕容博又很戏剧的活转来，两个老仇人面面相对，这个时候书中写道：两人睁开眼来，相视一笑，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不按，其实是一份潇洒的领悟。谢谢大家。武侠的那个例子太到位了，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思想的深度？21比19，来，两位请到开杠台。加油，加油，加油！一共1分半钟，每人45秒，董卿开始。静云姐为什么要送前任一份潇洒的礼物？我这份礼物是送给自己。为什么这是给我的礼物？我觉得这是给自己的束缚。因为你可以各种发泄自己，你可以买醉，你可以发微博，可是你不能伤害别人。我觉得你高估了我给前任带来的伤害。这个钮设计的很别具匠心的，鸡飞狗跳就是生活里的小麻烦。你伤害的是别人，这个伤害有多深，不是你衡量的，是被害人来衡量的。对，也就是说，在这段已经分开的感情里，我感受到的痛苦有多深，是我来衡量的。我要不要按这个钮，也是我来衡量的，对吗？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伤害了别人的人，哪一个不是痛苦的？哪一个不觉得自己委屈被辜负？可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自己的委屈去为自己的恶行辩护吗？裘千仞拍死一个孩子叫报复，我这撑死就是添堵。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你不停地提醒自己的痛苦，本来是一件小恶魔，可是你把它变成了大恶魔，不可悲吗？一句话，那些美好的过去我放下了，它才是财富；我没放下，它都是我的噩梦。好，很厉害，也会。好，来，正反方各有30秒的结辩时间，来。结辩这个是我们临时决定，我觉得安庆云跟董卿已经不相上下了，当时就临时做了一个决定，我想看看我就是最后能不能在跑票上面取得一点优势。今天对方谈报复，我想说，爱情是场修行，在哪个庙都一样，你不能剃了头念经，还了俗放火。第二，对方跟我谈了断，我告诉你们，爱情里面没有了断，只有凉拌。第三，对方说，因为你伤害了我，所以我要伤害回去。我告诉你，爱是伤害的资格证，一个人有多爱对方，就给了对方多少伤害你的权利。他可以伤害你，因为你还爱他，你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已经不爱你了。就这样，就这么简单。谢谢。按这个钮就是把伤害我的权利从他手里收回来。我们说今天是说怎么能够离开分手这段伤，在心理学上有2种方式，一种是脱敏，一种是把这段伤关在一个箱子里，再也不去碰它。这2种方式都能让我们离开分手的伤。可是今天这个按钮在你眼前出现，要不要摁下去？这个疑问在你脑海中出现的时候，那个箱子已经打开了，你没有选择脱敏，走过去，忘记它，向前走。好，现在所差不多，真正考验我们全场观众的时候到了。支持正方按红键，支持反方按蓝键。5、4、3。
1，我们可以把票锁在这儿，然后请反正正的5位来讲一讲自己的立场。辩题里面有一个前提是得知前任得新欢，这是一个在分手之后的特殊时刻。这不是分手的普通状态，这是分手之后发现对方比我先好了的那一秒的心情。同时发现说，第一，我落后了；第二，你怎么背叛我？我还在守丧，你怎么已经展开新的人生了？所以那个情境要考虑进去。所以题目定得很明确，是制造一点麻烦，他没有到弄死对方啊。就是如果说按了这个钮，对方就死了，我们正方就要去坐牢了。所以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我希望提醒的点。第二个我想提醒的点是，我读过一份调查，有超过60%的人后来跟前任在一起。就是你曾经交往过5个前任，这5个前任都是被测试过，在茫茫人海之中可以跟你在一起的。所以这5个前任已经是茫茫人海当中最适合你的，经过测验的5个人。然后呢，剩下的是茫茫人海。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过前任的话，你并不会认为你跟这个前任人生从此恩断义绝。有一些前任是有可能变成你将来的伴侣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鸡飞狗跳钮有一个功能是，像学东收到的这个短信是一样的，它有一点撩拨的作用，就是请不要忘了我的存在。所以不要认为跟前任复合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不要把这个钮想成是恩断义绝的钮，要想成是你还没有忘记我，我也不要你忘记我的那个钮。谢谢。我来了，你这是挑衅吗？需要说那个目光当时看着康永哥就是微笑是吧？对对，心里面在想你这个王八蛋。辩论嘛，干嘛骂人啊？康永哥，就是别人盯住你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其实在说什么？你这个王八蛋。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啦，害人不利己的事情就不做，因为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整个世界的幸福减少，这个事情没有意思。他们2个一块儿追求幸福，而我要希望他们不幸福，这是多么鞭长莫及、力不从心的事情。成本这么高的事情你去做，挺不靠谱的。这背后还有一种情绪是妒忌，就像蔡老师说的，他变得很好了，这时候你容易妒忌。但妒忌的情绪不是好事情，你怎么治疗？很容易，你要认识到，你把这个人从你心目中拉远。蔡老师刚才说，这个人可能是你心中的唯一，一生中的唯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一个亲戚曾经给他小侄子给他写过信，他说：“我现在遇到一个女朋友，她是我一生中最爱，人生中的唯一。所以我要放弃学业，我要跟着他远走高飞。” Milton Friedman 给他回信，他说：“我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身份告诉你，如果世界上有2个人是彼此的一生中唯一的话，他们这辈子不会见面。”我们今天的人口，世界上有70亿人，你想象一下，有70亿颗绿豆在一个大缸里面，有2颗红豆，他们是一生中的彼此唯一。那把它放进去，搅啊搅啊，他们会碰上吗？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们不会碰上。他告诉我们什么故事？他告诉我们的故事是我们海誓山盟、许下终身承诺的那些人，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身边看上去觉得差不多，时间到了挑选的人，这是偶然性。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人是你一生中唯一，分了手你还要不断的去按那个按钮的话，那这是你对这个世界偶然性的一个深深的误解，你应该拔出来。所以有这个按钮，我不会按。蛋叔怎么了？这红
这么永远不打比方的人，红豆绿豆都整出来了。您的人生里面是不能有比喻的。对，比喻不是好的论证方法。哦。这不是比方，这是例子。哎，对对对。我看这个题面，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弱智哈，就是得知前任得新欢有个鸡飞狗跳钮，然后他就去摁哈。就这个人是一个很脆弱、很幼稚，应该也是个挺年轻的人吧。所以我站在正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这是前几期高晓松老师坐在这里侃侃而谈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呢，爱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人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2个自由的人啊，这个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荷尔蒙消退了。但是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也能听进去。能听进去呢，反而我觉得不是那么对劲儿。就是人活得越来越对呢，想错一次就特别难。我觉得他这样错一次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开心的。如果用你那个红豆绿豆的例子来说，永远遇不到那颗红豆，但是我接受跟一个绿豆在一起，还是我要拼了命把面前的这个绿豆染红，是2种人生态度嘛。可能后面这个就是喜欢按这个钮的这种比较弱智的人，但是有时候弱智挺快乐的吧，所以要摁一下。徐教授刚才举那例子我没太听明白，这个意思是说，到底根本就没有2颗红豆，没有谁是唯一，一生唯一的，都是凑合的，都是这样的。有多少婚姻都是同个村啊，同个镇啊？真的好扫兴啊！就别把自己锁死在一个人身上，看远一点，看大一点，世界很大的。就是啊，所以你干嘛盯着绿豆看呢？不是只有王八才看绿豆吗？骂回来了，骂回来了，骂回来了！一直在等。这题目啊，我们编的时候啊，就编的这个“鸡飞狗跳”这4个字的时候说，这4个字才是技巧，就是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觉得整个辩论双方嘛，就是把对方往最荒诞的那个方向上去推。你在什么立场，完全取决于你对“鸡飞狗跳”这4个字的理解，对不对？鸡其实没事儿也会飞一下，狗不就是急了跳个墙吗？是可承受的。我好歹是正方，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去按那个钮。为什么？这个钮当快递给你送来的时候，跟你家里的所有电子产品都一样，玩着玩着就没劲了。所以他刚来的时候，你肯定会摁他2下。啊，后来你们家不光来了新的玩具，你还来了一个新的人。新的人一进门说：“你怎么玩这么幼稚的玩具？”你就把它放到柜子里去了。那个时候才是你一笑泯恩仇的时候。所以它需要一个脱敏的过程而已。有钮你按不按啊？我来给帮你来。我不是很想摁，因为刚刚在整个过程中，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摁的，但是我刚刚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不摁比较好，因为在恋爱的过程中它叫恋爱，它叫爱情，在分手以后它叫回忆。你爱或者不爱这个人了，你按了这个钮，其实你都是更加难受的，因为你在给他们的恋爱过程中制造更多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按了。你真的恨得好深沉啊！我们看一下结果。今天场上的这个局势，我觉得不一定。当双方打成平手的时候，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心情。通过票数能看出来，到后面就咬得非常非常紧。好，下反方胜利，6票。牛逼！很遗憾，正方3位今天出场选手当中，将有1位离开我们现场。我们请全场观众为他们来做一个投票。这回有点难选啊。
我真的很难选。如果我选，我就掷骰子吧，掷硬币吧。支持秦教授的，请按红键。啊！5、4、有。 3。秦教授其实每次表现的 OK， 他是运气不好。 51票。我有51啊，很高啊。哎，50多票还是很高啊。不一定。第二位，支持花溪的，请按红键。5、4，赢了，秦教授要走了。3、2、1。49票。我出事儿了。第3位，董静，支持董静的，请按红键。5。董静没问题的，董静是他们最好的了。董静是刚才硬刚的。哇！把花溪淘汰了。3、2、1。哦，51比49。God。一时间也说不出来是遗憾更多还是怀念更多。我觉得我至少没有很难看的走吧。花溪是奇葩说的老选手了，看惯输赢，而且是一个专业辩手。但不知道你这一刻，如果有一个钮能让对方鸡飞狗跳，你会摁吗？我肯定会摁呐，因为我觉得我在人间活着的道理就是不再委屈自己了。因为我从第4季离开，然后第5季回来之后，我是想说试图有一个转变，但问题是我发现，可能想要改变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奇葩说有很多人比我更坚定，他们比我更坚定的时候，他们就是比我更有力量的人。那我的力量可能只能支撑我到这里了。当然，我希望剩下的所有的队友也好，我的对手们也好，你们更开心的做自己好了。谢谢花溪。再见。我非常剧烈的自责，我就会觉得是因为我30秒时候没有拉更多的票回来，我没能打到最好，所以我们输了，花溪被淘汰。当那个票一出来时，我真是惊讶了，真的，因为51票下，我以为我肯定走了，结果他49票又不再涨了。你说我跟花溪说什么吧？花溪是我来到奇葩说第一个一起聊天的所以后来花溪走了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这个舞台上没有什么新老的区别，那遗憾呢，可能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的队友们继续战斗了，然后我没有办法继续去传达一些我想说的东西，我还需要成长吧。那我们在这里等下次。花溪这一次回到奇葩说，他自己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你看到自己的老朋友还在场上，就是面临这样子的抉择啊，这样子的淘汰，你就会觉得奇葩说这个舞台，它是对每个人都一样，但是这也不能阻止我们作为老奇葩心中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失落。对。我听到第一反应就是惊讶，非常惊讶。只能说这个舞台就像我们说的，没有给我们任何人优势的地方，这也给我自己一个警醒，你得再绷得紧一点，你随时也可能会被淘汰。华西应该是1、2、3季都在，其实他也是带着一种回归再战的一种心态，但是就以区2票之差，然后在这个赛段就离开舞台，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但是这说明，第一，这舞台真的很真实；第二，这个舞台真的很残酷。刚才华西走的时候，雪冬就问我说：“他这样一走，是不是就再回来就是明年了？”我说：“啊。”他说：“哇，好残忍。”我说：“好没有人性啊！”而且这节目不一定有明年了。
康永哥这样好没有人性。哎呀，各位，你们坐在台上，还有其他2队，剩下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我们不想看到那一刻，但是这就是个比赛的魅力吧。我们谢谢我们的超级赞助商，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黑鲸 HLA Jeans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每周日中午12点到爱奇艺 VIP 频道观看奇葩 ICU， 一起解决咱们的终极人生困惑。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选手爱玩皇室战争，比如说黄志忠是超级皇室战争迷。那么在皇室战争职业联赛 CRL 秋季总决赛28号晚上6点播出的时候，黄志忠也会去做现场的解说。谢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也谢谢我们今天的男神陈学冬，谢谢带给我们那么多好的故事。然后也谢谢我们所有还跟我们一起有一颗坚强心脏继续看下去奇葩说，看一看谁会最终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